你这简直是胡闹！顽固，你这样就是在浪费周浩这样的人才，这是没得商量。副教授怎么来郑老师办公室了？还不是因为周浩？周浩他又闯祸了？当然不是。哎呦，加油啊！快上课了！干啥去啊？我们下午没课啊。上礼拜路过数学专业的时候听了一次课，感觉挺有意思，想再去听一下。我也觉得，物理研究也是非常需要数学基础的。可以啊。那张涛，我也去。下礼拜就考试了啊，大家好好复习。老师啊，多准备3张卷子行不行？我们3个物理系的也想考一下。不是，我就听那节课，我考什么啊？哦，那2张老师。我也不确定行不行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也不考是吧？等会儿回去你给我复习复习吧，周浩，总得试试看。没问题啊。老师，教材这2天借我看看呗。离考试就7天了，我初中学完高1数学也就用了7天。副教授，这次期末成绩出来了，陶婷考了几分啊？不及格，59。不奇怪，我这次卷子出的很难的。他和物理系的理想并列第2。那第1名呢？就是穿黄衣服那小伙子周浩，他是满分啊。把周浩叫过来。老师啊，你叫我？咋还随身带个平板啊？好，刚打算出门找地方办，就被您叫来。周浩啊，你这学期来听了几节课啊？来听了1次半。怎么还有半次？第1次在门口听的，来的时候课已经上了一半了，所以1次半。周浩，你有没有兴趣做我的研究生啊？啊，我是物理专业的老师啊，而且我的研究生已经被郑教授预定了。郑教授，你这是在浪费人才。周浩这样的天才就是应该学纯数学造福人类。怎么？只有学数学才能造福人类啊？学物理不行吗？而且我每年给发30万劳务费，你能吗？这能有钱衡量吗？他们3说是3年所有费用我全报销，你能吗？有风力发电机了不起了，郑副教授。是啊，有舞台呢，副郑教授。我不跟你一般见识，我问问当事人，我都可以，到哪学不是学？你看，但是我也要听听我室友的意见。我觉得郑老师对我们挺好，有道理啊。那我还是学物理吧。张涛，一会儿送你台手机。我有个想法，为什么周浩不能读个双硕士呢？也不是不行啊，你去看看流程。那也得先读物理。哎，副教授，等一下。什么事？你们的卷子之后复印了1份，让我也做了一下，做的不好，不及格，才58分，想请教您一下来着。Shift。张涛，听说周浩惹上官司了。哎，你误会了，到底怎么回事呀？首先你要弄清楚，周浩是原告，不是被告。这件事呢，得从半年前我们租车开始说起了。你好，我们来还车了，你检查一下吧。我们开得很小心，没剐蹭。这划痕你们擦的。哦，你记错了，这个划痕本来就有的，你看我拍照片的。这明显比照片里更长了呀！你们这就不讲理了吧？补齐300啊！这不是敲诈，三涛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300放好了，大哥。不过我们应该很快就会再见面。好，那就下次再见喽。几个大学生读点书，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我们平台这么大，还会怕你们几个学生啊？你们是不是？咱们走吧，张涛。这么回事啊？是的，郑老师。所以我想起诉这家平台。可以啊。哎，他们这么大的平台，肯定有很大的律师团吧？我们行不行啊？张涛，我们学校的法律系也是全国数一数二的，我帮你们联系一下法学院的教授。哎呀，郑教授，好久不见！好久不见，小郭，最近在忙什么案子？这一年都在处理一个经济纠纷，挺复杂的，1年了还没弄完，确实有点得不偿失啊。而且就算胜诉，我们也只能拿0.2%的提成。0.2%是多少呢？不多，才1200，确实有点少啊。小郭，这次叫你来的是想让你帮我学生处理个案子，什么类型的呢？应该是消费者权益。这种小案子，我叫我的研究生协助你吧。好，老师，那我问一下，从起诉到开庭需要多久？3到6个月。要这么久啊？那够了，3个月我也能学不少。这小伙子心气高啊！郭教授的学生听说很厉害，有他们帮忙，我们说不定有希望。那明天咱们先去咨询一下他们吧。那今天咱们都先仔细读一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。好，那看完之后我来模拟原告律师，你来模拟被告律师，咱模拟一下开庭可能遇到的情况吧。那我呢？我当法官了，这不行了。张涛，那先麻烦去找一个同学，再去这家平台租一辆车，看看会不会发生一样的情况。好。学长，我们这个案件的难点是什么？你们付赔款的时候有人字据说明赔偿原因跟赔偿金额吗？没有哎。但我们有付款记录啊。打款的时候有备注是赔偿款吗？
没有，草率。现在你们的证据链不够充分，看来得等一下张涛了。各位，我找同学租了同一辆车，还车的时候他们又以同样的理由要了300块赔偿。这次留证据了吗？留了，我还叫他录像了，而且这300块钱还开了发票。张涛，你考虑的太细了。张涛，多亏了你啊！哎，那我们整理一下材料起诉吧。OK， 我帮你们写起诉状，然后提交到法院要求立案。后续需要我们做什么？后续你们负责吃瓜就行了。负责吃瓜，周浩该不会自己给自己当律师吧？对，其实前些日子就已经打完了，我们赢了。现在这个平台应该不敢再要求工作了吧？周浩，那平台赔了你们不少钱了啊，就600块啊！那你们不是1分都没赚到？我们本来也没想着要靠这赚笔钱呀，不是为了出口气吗？但这件事情上热搜了，3位大学生整顿黑心租车平台，这标题取得不行，说明是3个物理系大学生更吸引人一点吧。张涛，怎么农学院的荣誉墙上有你们3的照片？挂墙上了，又当新闻报。你们3月去折腾农学院了？没有，还不是因为周浩前些日子那一脚。哎，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学校后山有农学院的种植园啊？听说过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听说有很多珍稀植物。那我们见见世面去。好，那走啊。看这后面几座山都是学校的。哎，你看这个珍稀濒危植物园，请勿破坏。这一片价值会有多少？该不会有上亿吧？边界了，我们得去找一下农学院的人了吧？这我们该找谁啊？看这里，这树是有主人的，林学朱立农。那走呗。这是我培育了3年才培育出来的树苗，你们把它采折了，这还是我研究生论文的实验样本啊！他要是死了，我研究生也毕不了业。虽然这苗是我采断的，但你先别着急，我会努力让它活着。你哪个班的？物理系的。请把我物理送走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你先去急救一下，或许我们3会帮你。我要到林学的课表，我看看我明天去上哪些课。我明天去问问郑教授能不能帮帮咱们。那我去稳住朱立农的情绪。我了解，你得帮帮我啊，郑老师。别急，周浩，我帮你叫一个20人的专家小组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。哎，那倒不用，你帮我找个厉害点的专家，我去学习一下。那你得去一座山上。采成这样确实不容易存活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，还有些方法可以抢救一下。您说，老师？这样子啊，你先把这个能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，能不能活就看命了，肯定能活下来的。咱们班有人去种田了，地上这么多泥泞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们那会拖的。这几天怎么老是不下雨啊？我们多来浇水呗。明天有冷空气啊，苗会不会冻死啊？想想办法。小兄弟，真活下来了，不耽误你毕业就行了。你送佛送到西，我还有一个难题，你能不能也帮我一下？你说呗。这种植物叫做羊毛林，在野外几乎已经快灭绝了。因为这种植物的种子不孕率极高，天然更新能力很弱。我花了3年时间就成功育了这一株苗。你是想我帮你育苗啊？对，否则这种植物就只有灭绝这一条路了。可以啊，灭绝了确实怪可惜的。谢了，小兄弟，明天请你吃饭。哎，不用这么客气。给你个蜡烛啊。张老，你怎么会有新苗啊？你当初剪下来的枝条，我捡回来插着就活了呗。你有用吗？阳台上还有好几盆。你怎么弄的？最近的气温、湿度、降雨量我都记录在这里了，你要参考一下。我扦插过也没活呀。不知道啊，我就把2多肉的土跟后山土混合了一下就活了。张涛，你配出了最适合它生长的土壤。一龙，这次你成功培育濒危物种，省林业部门点名表扬，学校为了奖励你做出的贡献，决定给予你28万元的全额奖学金。谢谢老师。但这次成功其实有3位同学贡献非常大，所以奖金我想分他们一点。这当然是可以的。另外，你准备一张照片，要挂在我们学院的荣誉墙上。好。哎，对了，那3个同学是哪个班的？哦，他们是物理系。谢谢。哎，张涛，你怎么3天没来上课啊？我被医学院研究了3天。啊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不想回忆。别问张涛这件事，这大概是他最社死的时刻。哎，我今天怎么浑身发痒？你是不是过敏了，张涛？啊，我能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我们学院不是换了新椅子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新椅子过敏了吧？有可能啊。走，去研究一下。痒吗？没反应啊。看来不是椅子导致的呀。是哎。
哎，周浩，你在画什么？我刚刚拆的时候发现这些椅子设计有问题，我优化了设计，可以把螺丝从24颗减少到18颗，用料更省，但结构更坚固。我向学校反馈一下。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我？哎，张涛，你们最近有人过敏吗？我过敏了。现在全校好多师生都过敏了。全校师生？对啊，各个专业都有。医学院已经开始调查这个事情。那医学院怎么说？他们初步断定是某种花粉过敏。花粉过敏？那为什么就今年过敏啊？去年、前年这个时候也开花呀？哪种花变异了？我想想也不合理啊，每年都开花，那有没有可能是一种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但是今年开花了？好有道理啊。那有没有这种花呀？哎，我认识管理校园绿化这一块的王大叔，那学校有什么绿植他应该都清楚，找他去。不是每年都开的花，有八角竹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。居然真开花了，10几年都不见它开花了，今年居然开了。王老师，学校里大概有多少八角竹啊？少说也有100多株啊，那大概就是它导致大家过敏，我都开始养了。让我们叫医学院的同学来看看呗。采集到样本，我们回去检测。哎，怎么这么痒啊？哎，段涛，你不痒吗？哎，是哎，我不痒哎，就你不过敏啊？是哎，就我对它不过敏啊。带回去研究一下。什么？张涛就这样被研究了3天啊？是的。研究出来什么？张涛确实不对这种花粉过敏，而且张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过敏过。那张涛一开始浑身发痒是因为什么？医学院的研究结果是，张涛3天没洗澡，太脏了。好丢人啊！是。哎，张涛，这能勉强算我人生出版的第1本书吧？算吧。学长，你都出书了，哎，书名叫什么？我买来看一下。你不用买啊，就是你们明年那本教材，学校会发的。不是，你出的是教材。学弟，你别误会，这不能算周浩写的，他只是修改了其中一部分。说到这个 Parallel Universe， 老师不对，书里不是这么讲的。你看看这本书的主编是谁？主编叫李鹏，那你不是郑老师呀？李鹏是我的学生啊，这份教材确实写错了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不会编教材就不要编。小李啊，教材的理论已经不是主流了。我不是写过一篇论文吗？你怎么不把我最新的理论补上？老师，您论文是去年发表的，这本教材我是2年前出版的，那不能改吗？也就改那小小的一部分。老师，虽然改的部分不多，但改了教材就都得重印，我负担不起这个费用。钱的问题你放心，我来承担。但无论如何要让我的学生了解最新的理论啊。出版教材流程很复杂的，我最近在忙一个课题。哎，好吧，我也没时间。老师啊，要不交给我，只是修改一部分的话，应该不难。可以啊，你改我也放心的。那这个我可不是免费的。好，你待会儿来我办公室拿论文。哎，你办公室太远了，我送到你们寝室来。出版的流程咱们得了解一下。我先仔细研究一下原教材，等郑老师把论文送过来，我再看看怎么改。那我可以帮你改错别字。今天任务比较重，晚上就随便解决一下吧。可以啊，不用，老师给你们准备好了。还是郑老师大方呀，论文在这里，你们现在有相关问题可以问我了啊，现在还很早。听你说我整明白了，刚才你还有问题吗？有，我能不能睡会儿？这话要不你床位给我睡一下，我下午还有课呢。你睡吧，老师，我看怎么改。我还能熬，正好我陪你一起。上课前叫我起床啊。还好。出版社来信息了，说审教已经通过，让我们准备一下申请书号的材料。那没问题了，准备一下材料呗。哎，等一下。我觉得周浩改的有个大问题。张涛，你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我看不懂，看了很久了，还是看不懂。确实，如果张涛看不懂，那估计同学们也看不懂，以后的学弟学妹们也会看不懂。会吗？我去打印就是，让同学们也看一下。同学们不好意思，晚上叫大家来呢，是想让大家看看周浩修改的部分是不是太难了。终于是折腾到自己人头上，大家看看能不能看懂。看不懂啊，量子态崩溃贝尔不等是什么玩意儿？那如果我向大家这么解释呢？你看啊，这个量子态崩溃呢，能听懂吗，同学们？听懂了就好，那就好。周浩，应该按你刚才讲的那样写的才通俗易懂。对，周浩，所以并不是这部分难度太高，而是你的文字表达不够清晰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要怎么改才能让大家都看得懂。你在最后修改的，我们加快出版。好，大家都拿到新教材了吧？今天咱们来看新教材修改的部分啊。老师，这张不用讲了，讲下一张吧。为什么呢？
这部分周浩讲过了，他讲的很好，我们都学会了。哎，张涛、李想、周浩3个人。哦，他们说这本书他们已经学透了，后面的课不用来听了。Shift。